陆芳，记得你在公司时，我跟你说过的一句话吗？人生最应该拥有什么？高智商、高学历、有钱的父母，都不如有一个习气的好性格。涂景，拿着你的花，给我滚！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你能稍微把我说的话理解深刻一点，现在根本不至于混成这样。可是，看着自己曾经的手下这么落魄，我也很难过。喂，保安。我走。不过总会再见的。现在，从陆总变成陆芳，1年后从陆芳变成什么？品种会把一个人改造成什么样？我真的很期待。再见。我教学啊。乔小姐，我想好好的再介绍一下我自己。其实您从点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介绍了，我觉得已经很全面了。嗨，不够！你瞧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哎，除了这女朋友还没有，其他全都有了。你想不想听听我的经历？好，咱们边吃边聊吧。行，你吃，我说，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呢？对了，从我小学的时候的经历开始讲。那个时候啊，我那学习啊。你说是不是？先生你好，喝点什么？要 flow egg。好。你好像跟照片上不像啊。哦，那个照片是修过的。哦，乔小姐，我们都是有目的来的，所以就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了。你们啊，不合适。那正好，反正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的了。你还能看出咱们俩不合适，我呢，看你的五官都只能看出个轮廓了。这样好吧，既然我已经来了，我就做一下自我介绍。你要是以后啊有合适我的，哎，就介绍给我，好吧？家里催得太急，没有办法。谢谢。好，你说吧。我是上海人，每月工资3500块钱，在民企工作。虽然我现在收入不高，但是我是潜力股。我的理想就是3年买车，5年买房，哎，都是贷款的。你还挺乐观的哈，不过压力也够大的。哎，所以呀，我要找个漂亮一点的，哎，这样我的动力就足一点。
哎呀，其实我的要求真的不高，我就是希望女方家里的条件要稍微好一点，她父母的关系呢要稍微强一点，这样我奋斗呢也轻松一点。哟，那幸亏咱俩没一见钟情，就凭你跟我的这个条件吧，要是真结婚了，那就是强强联合的反面教材，对吧？娇娇姐，你这个话我不爱听的，你当我没看出来啊？你也是那种贪慕虚荣的拜金女啊，而且表面上绝对看不出来的。嚯，帽子扣得够大的，口口声声说要找一个条件好一点老婆的人是你吧？对啊，我条件好呀。你呢？哼，你高估你自己了。每月工资3000、5000块钱最多了，没车、没房、没户口，3无人员呀。你还想找什么？啊，找富二代？哎呦，富二代又不是傻子，这种没有性价比的事情他们不会做的呀。我告诉你，我呢，我不一样，我是男人，我后面发展的空间大着嘞。你们女人结婚之后是什么？钞票赚不到的呀。你现在出来就想空手套白狼，你不是拜金女，你是什么呀？哼，怪不得现在什么剩女越来越多，就像你这个样子，怎么搞得好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二位。刚刚你们的对话，我在那边不小心都听见了。我有几句话想跟这位小姐说。说吧。过来跟你打招呼，我是鼓足了勇气，但是绝非一时冲动。因为从我一走进来一看见你，我就对你有点动心。你完全符合我对女性的一种美好想象。听到你的择偶条件之后，首先我觉得很合理，其次不自夸地说，在物质上，我完全可以满足你。您还在啊？您不是有事儿吗？要不您先忙。干什么啊？跟拍电影一样，小蹭的。这个名片是你的？是我一客户。那一见钟情也是假的吧？我本来想在边上看这出好戏，看你能不能继续刻薄这个男的，彻底把他击败。但没想到你因为那几句话就傻眼了。我就想，我也来客串一下，替你撑撑场面。真的谢谢你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真的有可能被那男的气哭了。你比较勇敢，你还敢出来相亲，我就没这个勇气。现在相亲就跟打仗一样，拼家世、拼学历、拼姿色，一上来就真刀真枪的开战了。像你这样只是逼口才的，还不多见。你好，乔丽。陆帆，那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正在失业中。巧了，我辞职进行时。值得喝一杯。服务员 ，Frank， 好久不见。孙总，接到你电话，真的很开心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们见个面吧。你有时间吗？时间倒是有，就是什么事儿呢？如果只是吃饭喝酒，你永远不是我的第一选择。这你知道？我知道。我们约哪儿见面1个小时以后，在茂苑见吧。我们边吃边聊。行，待会儿见。好，就这样。乔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一朋友找我有点急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哦，那你走。那个一会儿你也赶快回去吧，太晚了外头不安全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怎么了？结账是吧？我知道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不是，我
是想要你电话。喂，程总，您这么晚叫我来，是不是我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要辞职啊？我以为您星期一才会看到呢。乔小姐有别的工作安排，想跳槽？没有，我是想换个工作。换什么工作？如果你要是想结婚去当家庭主妇，那我就只能祝福你了。不是的，我是想做销售。赛斯是中国最好的外企之一，我在这儿做了您1年的助理，学到很多东西。但是，我不想一直做这份工作，我想做一名销售。那好，你说说，你给我做了1年的助理，都学到了些什么？赛斯公司一共分成5大部分，销售部16个人，市场部10个人，财务部8个人，人事部9个人，技术部40个人，研究院32个人，后勤服务6个人。人事、财务、后勤是管理公司为其他员工服务的，技术和研究员是为了支持公司的销售与市场，市场部是花钱的，为了公司的产品和品牌。这么算下来，为公司赚钱的就只有销售部了。也就是说，这16个人要负担所有公司的经济，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。不错，说的不错。那我想问你，为什么没有考虑在赛斯做销售呢？我没有工作经验，在赛斯做销售几乎不可能，所以我想先找家小公司积累经验。早晚有一天我会回来的。为什么这么想做销售呢？我爸爸从小把我当一个男孩子养，别的小女孩玩洋娃娃，他就带我去靶场看打靶。所以长大以后，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坚强、有冲劲的人。每件事尽了自己10分的力，就能得到10分的回报，而销售就是一份这样的工作。我现在才20多岁，我想去拼杀，而不是渐渐地成为一个没有痛感、没有效率、反应迟钝的职场橡皮人。好，不过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不要跳槽了，就留在赛斯做销售吧。明天我会给销售部打电话，替你安排的。乔丽，祝你成功。谢谢，谢谢程总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从来不会怀疑我看人的眼光。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去吧。真的谢谢程总，我会跟新来的助理交接好，明天见。亲爱的，我发达了。谈成啦？是哪个最满意？什么哪个最满意呀？谢谢。上次见你，是你从 SA 离开的时候，想劝你到美国来帮我，可被你拒绝了。
那个时候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想再替人打工了。现在还这么想吗？Frank， 对于你的情况，我多少了解一些。这个圈子不大，过来帮我吧，我有大单子给你。何总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还是想替自己打工。哎，其实我这次回来，这么着急见你，是我认为你会接这张单子。因为这次的对手是 SC 的途径，这一仗无论谁输了，都会输得体无完肤。如果你还是自立门户的话，恐怕短时间内你没有机会跟他面对面的抗衡。如果你来帮我，你可能会赢，至少你能势均力敌的跟他玩一把。这个单子有多大呀？大到会让美国的总部和日本 IC 的总部都把它列为1级优先项目。客户是江州精通电子，国企大厂改制，要做一次彻底的技术革新。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留意明天早上的新闻。1年，我跟着您干1年，然后我还是会走，去自立门户。Dale。怎么样？像做销售的吧？真要是干销售，还能跟你似的穿得这么严实？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要以身作则，彻底改变你对销售根深蒂固的猥琐印象。胆子够大的呀！唉，你说生活也真是有意思啊。有时候呢，你自己做好了所有的选择，但偏偏一个都用不上。可就有那么一些走狗屎运的人，老天爷居然会帮他们做好计划 B。算不算狗屎运还不一定呢。从今天开始，Linda 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了。现在离公司这么远，我已经闻到空气里飘着那种血雨腥风的味道。你那么怕他干什么呀？想想你是怎么进赛斯销售部的好吧？总裁直升，空降部队，你后台硬死了。他再看不上你，只要还想留在赛斯干，就不会傻到脑子缺氧，去鸡蛋撞石头的。你别说那么夸张行吗？说的我跟程总好像真有点什么事儿似的。鸡蛋碰石头，没错，鸡蛋是破了，可是石头上呢，
也得沾一堆腥了吧唧的鸡蛋液吧？就你这种人呀，活得累死了，瞻前顾后的。反正你就放心吧，只要陈奕群一天不走，你就很安全。为什么夏季是补钙的黄金季呢？夏天钙的。我为之工作多年的赛斯中国这家优秀的企业，可能我会离开一段时间。做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，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能够来，能够把这个消息帮我传递出去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想必今天的新闻各位都看到了，也知道赛斯的内部出现了一些人事上的变动。现在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新任的赛斯中国区总裁何成峰先生。各位好，首先我很抱歉程奕群先生的离职，他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同事。我在美国赛斯总部任职多年，这也是我头一次到中国大陆来工作。我想，各位都已经预见 ，VP、销售总监和市场总监的同时离职，将给赛斯公司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危机。但我也认为，它也是一次机遇和挑战。既然临危受命，我可以负责地向大家保证，只要我们携手，以镇定的态度去面对，我们就一定能让公司重回正轨。赛斯作为美国企业，我们崇尚 Happy Time for Happy Work， 希望大家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，为赛斯创下佳绩。销售总监将会很快和大家见面，市场总监也将于不久由美国公司挑选出来。请各位安心工作，祝你们好运。何总，请。再见。最近开淘宝店了吧你？还亲呢。我在茶水间等着呢。还没出来呀？嗯，都在里边听新总裁训话呢。哎，我怎么觉得程总临走前的一个顺水人情让我深陷虎穴了呢？我说你知足吧，就算留在总经理办公室接着当助理，新老总一到，你照样得被遣走。哪个新总监会在自己身边留前任的人？那也总比现在好吧。我刚才就琢磨，要是新的销售总监来了，销售部肯定还是要整顿的，到时候我可能还得走。想不到，你倒挺有觉悟啊。跟我走吧。来，大家欢迎一下新同事，乔丽，是我们陈总，前任陈总特别向我们销售部推荐的人才。好好干呀，乔丽，别让赏识你的陈总走得不安心啊。请问我坐哪儿？就坐这儿吧。你来的太突然，我们销售部也不是随时有空位子候着别人的。琳达，以后我还有很多事儿需要向你请教，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。以后再说吧，没准儿新任总经理一到，也觉得你是个人才，到时候谁请教谁还说不定呢。
没法冷。哎，小陈，进来坐。您找我？嗯。小陈呐，以前你们宣传处很清闲的啊，那是因为厂里边没有新气象，你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写，对吧？现在不一样了啊，改制要开始了，哎，你们宣传处得震到前线来了。对上呢，要负责向领导汇报；对下要负责向全社会汇报，汇报我们精通厂改制的一举一动。哎，任务很重的，哈哈。怎么样，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我不说大话，一直等着这天呢。嗯，很好。这个，为了配合你这个工作，我准备在你们处提拔一个副处长。这个宣传处，你要说小也不算小了啊，一直就你一个正处，没有副手，这个好像也说不过去呀，你说呢？好事儿。嗯，那么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？赵远这几年的努力，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如果把他提上来，应该没有什么反对意见。赵远，哎呀，赵远，哎，倒是也可以啊。不过，在国企做领导，那不光要看个人能力，还要看综合条件呢。那这个综合条件，您指的是？哎，那指很多方面了啊，比如这个社交的能力啊，你再比如组织内部关系处理的能力啊，等等等等啊。好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情我会好好考虑的，好吧？好的，您的决定一定就是最合适的选择，我没有什么异议。谢谢组织在改制这么忙的时候，还能考虑到我们宣传处的需要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琳达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这个表我看不懂。没时间，我很忙。琳达，你等一下。我知道，我们俩之间可能有点误会，但是现在在一起工作了，能不能合作一下，尽量的就事论事，不要这么勾心斗角的好吗？我是在跟你就事论事。我告诉你没有时间，我的意思很单纯，就是我现在有事要去做。邢总裁在办公室等我做销售部现阶段的汇报，所以我必须要离开。乔丽，我不会针对你的。你呢有你的好运气，我呢不靠运气，靠实力。这里是职场，大家都各凭本事做事儿，你不要往复杂里想。我们都是在赚钱糊口，不是在眼攻心计。还有，你那个报表看不懂，很简单，就是你把数据的横向和纵向填反了。下次问我问题，挑选一些稍微高端的问题来问我，好吗？你看，他跟丽娜较劲，知道吗？喂，你好，销售部乔丽。十分靠谱的内幕消息，新任销售总监 Frank Lu， 35岁，男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硕士学位，回国后在 SC 担任销售，销售业绩十分突出。后自立公司，喜欢喝红酒，是法国沃夫红酒协会会员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未婚。你不去当狗仔，真是八卦界的一大损失。谁还没点一技之长哦？等一下，我给你发他
履历这么精彩的人，长相肯定特别平淡，老天爷是公平的。给各位介绍你们新来的销售总监，Frank Lu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帆，你们可以叫我 Frank。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项目要做。各位可能已经知道了，就是江州老国企精通电子改制的软件销售项目。这个项目的销售金额是7个亿，所以美国赛斯总部已经把它列为1级优先项目。由于人事变动的关系，我们起步比对手要晚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准备一下自我介绍、以往的销售经验，还有对于这个项目的想法。我会在我的办公室里跟大家轮流面谈。谢谢大家。Frank。说说吧，你到底想对我干嘛？啊？一般都是男的看见辣妹有这种生理反应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也……不是，是我做，是通风口，太热了。算了，反正我也说不清。上头说你是第1天到销售部，之前我在 VP 的办公室做助理。怎么会突然跑到销售部来呢？本来我是想辞职到一家小公司做销售，我把辞职书交给了程总，他就把我留在了销售部，就是前1天的事儿。看来前任 VP 很赏识你嘛。不是的，我跟程总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他可能是觉得他人之将尽。啊不，我不是说他快死了，我是说他快走了，然后就想做一点好人好事儿，所以就把我留下了。我跟程总是清白的。我什么也没说啊，能别这么激动吗？你不怕又流鼻血？好了，你说说吧。如果我把京东这个项目交给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怎么开展？我是个销售新人，没有什么经验。如果要形容我现在的状态，就是有勇无谋。如果现在给我一个单子，不管是大是小，我都会先拿出我的勇气去冲锋，然后在实践里边不断的积累经验。我会一直保持我的勇气，不轻易的放弃和妥协，然后让我的经验尽可能快的和勇气成正比。好，先这样吧。麻烦你帮我叫琳达进来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这是我们京东项目组的第1组会议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谈话只能发生在我们3人中间。除了会议室的门，你们不许和任何人谈起项目的任何细节。先来看看客户。现在的情况比之前我们了解的要清晰了一些。万桂林是现任京东的厂长，但因为技术知识有限，所以漳州市的发改委找来了优质的代表京东和外企进行销售谈判。这个人之前京东电子，之后去北京，拥有中华商学院 EMBA 学位，也在民企做过负责人，跟外企有过大量的接触，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。最近2年在漳州大学里担任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自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制，是个理论结合实际的人。部长你来说说你那边了解的情况。从我班纳得来的消息，
于志德不会只是简单的帮精通完成销售谈判后就走，他年轻有实力，加上岳父是现江州分管经济的副市长，所以政府关系很好。现在来看，最有可能当上精通的掌权人。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王桂林可能也不会反对，因为两人本身就是很好的朋友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攻下于志德这个人。哎，小妮，你那边的功课做到了吗？我已经让我爸跟于志德的岳父接触过了，我们已经领先了赛斯一步。后天于志德要来上海开会，我正在约他一起吃饭。好，哎，赛斯那边怎么样？赛斯现在恐怕顾不上精通这个案子了。据我了解情况，赛斯中国现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。前任程义群带走了销售总监和他培养出来的一群台湾人跳槽了。现在何成峰空降赛斯中国，说是临危受命，我看他是一脑门子的官司，整合销售部也是需要时间的。好，你了解的情况也很有帮助，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搜集我们这几位对手的情报。跟于志德的晚餐，周小姐也要一起来。周小姐，以你了解的情况，赛斯那边会派出谁来负责精通这个单子？我从赛斯了解的情况，他们最有可能派出的销售是琳达。这个女人很可怕，30多岁了不结婚，为了抢单子争客户，像一个男人一样在社会上拼杀，而且相传尺度一直都很大。他们除了琳达以外，也派不出别人了。霍正峰现在也被人捏住了喉咙，除了琳达以外，我看他就像是菜鸟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大家辛苦了啊！刚刚得知的消息，赛斯的新销售总监上任了，名字叫陆帆。那我就更放心了。哎，小妮，再等一下。我目前能打探出来的消息是，于志德和他的老婆关系不是很好，这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弱点。是个弱点，也有可能会是问题所在。如果他的岳父知道了这些情况，于志德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派出车友你去试一下。琳达这种女人啊，就是女人里的比亚迪，便宜、实惠、有性价比，所以会成功。因为有人愿意贪小便宜，但车友你不一样，她就是女人里的兰博基尼，所以跟于志德派他出马，也可以了解一下于志德的底线。你先回去吧，啊。早就听说赛斯的金牌销售琳达，想不到有一天可以一起共事，真的非常开心。我也是，谢谢。精通这个项目，你已经知道细节了吧 Frank，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，开门见山的向你表达我的想法吧。我在赛斯工作快8年了，这8年时间我全都用在拼业绩上。我不会和老板套近乎，我也不会和同事玩心理战。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卖东西，看着我的业绩一天天攒起来。除此之外，我不在任何地方浪费我的时间。精通这个项目，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而且势在必得。前提就是如果你交给我来做。果然是传说中的强势。是啊，我从来不让自己处于被动的位置，这也就是我做销售的原因。我的业绩说明一切。好，我会综合考虑一下。先这样吧。谢谢你 ，Frank。谢谢。哎，听说你们销售部要打一个天文数字的单子，销售定下来是谁了吗？这么肥的单子，谁做谁赚死。
不知道，反正不管是谁呢，也不会是我。我还是乖乖等着我的小单子吧。哎，金总监人怎么样呀？长相嘛，没得挑了，5星级标准的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，昨天晚上在酒吧帮我解围的那个人吧？记得，后来电话也没留的那个，就是我们的新总监。啊？会不会太巧了呀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你这真是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一夜情呀！你，偶像剧呀？怎么什么事一到你嘴里就直接奔低俗电影去了？那他还不把那单子给你呀？凭什么呀？我又没经验，搞砸了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最有可能的，应该是琳达，销售部里最有经验的就是她了。他是对怎么搞定男客户有经验。长长一段时光，看云悠悠荡荡，梦渐渐的遗忘，落在某个地方。我学会了忧伤，也丢失了翅膀。你给我了希望，我只能够埋藏。我想象幸福的模样，却感不到生活的方向。我想象未来多漂亮，请你原谅，我选择了流浪。在你身